身体被一股绝望的情绪往下拉，世界像永无止境的黑暗朝自己降临。那些悲惨的日子是开始于安妮在一个无预警的情况下帮男友乔治接了电话，不小心看到乔治电话里的暧昧讯息，那些打情骂俏的淫荡话语，那些在交友软体里的约炮讯息，像核弹一般瞬时炸烂了安妮的身体。甚至乔治还告诉其中一个女孩，自己的女朋友乏味的像白开水，还没结婚，就像步入婚姻里的大神。每一丝不属于自己的滥情，每一句诋毁自己的话语，都像接连狂暴的核弹余波，销毁安娜的心魂。安娜觉得自己一度是站在了绝高的楼顶，只要纵身一跳，痛苦便能随之消逸。但事实是，痛苦不肯这样善罢甘休。当时安妮若无其事地放下手机，若无其事地离开乔治家里，若无其事地继续生活，继续工作，因为她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要怎么面对这样的巨变。她不知道怎样面对乔治的狡辩，更不知道要怎样面对软弱的自己。她只知道自己的内心已然崩毁，曾经美好的恋情，曾经已经开始架构未来的幸福想望，如今几则讯息就要捣毁这一切的憧憬吗？他的乔治仍然是他原本认识的那个男子吗？是那个专情、体贴、宠他、爱他，即将与他互许终身的男子吗？那些用在自己身上的宠溺话语，居然是原封不动、变本加厉地用在别的女人身上，还不止一个。原来一切的美好都是自己单方面的想象。揭开乔治真面目的那些日子，安妮每天像一个染上重疾的病患，只感受到自己的痛苦，对于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甚至还得装腔作势敷衍乔治，佯装自己依然是以前那个享受着乔治施舍情爱的小女子，试图以表面的平静无波掩盖内心的腐朽顽固。这是安妮对绝望恋曲的道别，亦或是默默期盼有朝一日乔治可以浪子回头，专心专情只对自己。安娜小心翼翼将腐败包裹在绷带底下，小心翼翼不敢撕开，就算已经闻到了腐败的气息。直到世界突然下了封锁令，首相居然禁止了情人见面。安娜深深以为，难道政府得知自己罹患了爱情重流感，因为过分激烈的免疫反应导致性命垂危的重症，必须立刻与病原体乔治隔离。这一刻，安妮仍在痛苦里，在别人害怕新冠肺炎的这些日子里，安妮接上了爱的呼吸器。那呼吸器里每一口都是她自己，她需要她自己，她需要自己的爱。只有自己的爱才能让自己在丧失自尊的爱情里面重生。封锁仍在延续，安妮在隔离里终于重新获得氧气的滋味，那里有新鲜的自己以及自己新鲜的未来。安妮确信